你刚来到台湾，然后开这一个 studio 的时候，你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你除了放你自己设计的衣服之外，你居然还放了其他台湾设计师的衣服。哦，对对，这是对我而言是很新的一件事情，因为通常一个刚回来的人总是想把专心放在我要怎么样别人知道我这个品牌，是，但是你居然在此之外还收集了其他台湾设计师的衣服，希望他们的名字被看见。是。I think 那时候刚开这个店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还不是光支持新的设计师，是那个设计师假如在有超过3家店有卖的话，我们就不会用，我们也不会有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提法，然后我就是上网查了很多的实践的学生，然后很多不同大学的学生的作品，然后我也要提醒很多学生，就是一定要爱这一块的话，一定要努力的走下去，因为我们那时候我翻了5年的他们的记录的片子，跟学校联系了，我挑了13位学生。既然12位都转行了13位有12位转行了，对，只剩1位继续奋斗这样。是，但是当然途中又有找到新的其他的设计师，所以它其实是个服装是个很漫长的一个路啦。然后我也要鼓励学生不要放弃啦，因为的确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这会不会跟台湾的服装产业的状况有关系？我觉得也有关系。台湾是怎么样的情况？台湾是你今天身为服装设计师，然后你的服装想要在百货公司卖的话，是要用自己的钱，是采用日本的制度，是设计师生产的货，叫这件做1万件，等于我要拿我的1万件去百货公司开我自己的店，付租金，付我的商品的钱，付我的员工的钱，再去卖它，对不对？对。但是国外是，我做了1万件，我直接卖断给百货公司，百货公司用他的能力再去把它卖掉，跟我又没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了断这个钱，我直接赚到这一笔。所以后面的行销其实不需要设计师自己出来做这件事情，比较不需要，你就专心做创作的东西，没错，然后后面行销百货公司帮你处理。对，然后跟你买断了。这国际上来讲的话，已经有落差了，所以比较难生存在台湾。有一件事情我很钦佩你，我知道你是为了父母亲的身体状况，所以特别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是。其实你是出生在纽约，然后你的求学阶段是在英国，然后英国住完以后，我搬去巴黎工作，巴黎完了以后又搬回纽约，然后11年前我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我那时候把我的朋友圈，我把我的工作，就为了他们把我的生命给就这样子拔起来，然后重根于台湾。我把我的品牌是先在纽约创立的，然后滚了大概1年，衣服都要出来了。我爸爸生病，我其实好，我就想说但是我父亲也没有已经说要叫我搬回台湾，他只是说我母亲跟我父亲就说啊，你假如那边住腻了，你可以回来陪我们，没关系的，是好事。那我就他们第一次问我这种事情 ，I'm like，OK，I think my time is right 了，就是我觉得也没有过问，我就赶快。但当然前提之下，我知道我父亲的身体，医生说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嘛，所以我就把我的生命从纽约给搬过来台湾，对，但是没有后悔。所以你根本就是个不自私的人啊，我觉得。但是我真的很自私耶，我现在想嘛，是。我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你为什么要当服装设计师，对不对？没有。你从小就决定做这件事情吗？从小就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3岁的时候，甚至于是胎盘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这是我就是从小就知道。但 I think 因为我想要当设计师，也是家里因素。我母亲很爱服装、很爱艺术美学的这些受母亲影响很大，我发现。对，是，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刚刚有讲到，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受父母的影响真的很大，非常大。我觉得我觉得我很赞赏台湾很多的一些优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家庭这几年变得很开放了。然后我觉得我知道也有很多母亲、父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边界，就是会觉得说啊，我觉得小孩子应该还是要当律师，还是要当牙医。还是要当。我们今天有一位很义务来帮忙的伙伴，就是牙医的。是，只是我真的觉得，父母的想法对小孩子真的会有创伤，也会有鼓励，也会有很多的这些 emotions 存在。我也只是想要
轻声的跟大家也跟你提一下，就是我也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很辛苦，看他们走了一辈子去读法律，然后去读这些的。我觉得到了最后面，到了有一个朋友有印象最深刻，他到了38岁，我印象中也是好像父母离开了，他是读法律的，然后父母离开的时候，他才去当彩妆师。觉得其实那他跟他的父母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体贴关心父母一定会做到的事情，但是假如有些父母还没有想得很开的话，也许多陪陪小孩子也是一个想法，就是小孩子喜欢做什么栽培，也许可以拉近好他们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小孩子要活得开心，真的是有很多人，就像你说我们很 lucky， 很多人真的是到了37、38、39，甚至于40岁，甚至于到我的年纪，突然转行变成想当电影的人，没有啦，不是说你本来就做这一行，我本来就做这行，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然后他就拍着说：“我胡志峰邀你，你还说不要来？”我说：“对不起，得罪你了。”我说：“一定要去。”